祁连山脉面积广阔，生态多样，被生物学家称为动物世界，是我国西部的生态屏障。山中生活着狼、豹、熊等猛兽，其中也不乏一些难得一见的珍奇物种。在祁连山脚下，研究人员就发现了神秘的马彪成群出现，它们在山坡的裸岩上一路奔走，似乎是在寻找食物，随后又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公路上，悠闲地散步。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这些马彪全身布满了棕红色的毛，只有肚子上的毛颜色比较浅。它们脑袋上的耳朵很短，而尾巴却很长，看上去像狼和狗，又像是狐狸，所以当地人还叫它们红狗或者红毛狗。马彪是典型的山地捕食者，它们很少在高山森林和山地以外的地方出没，相较于虎豹等动物来说，显得十分神秘和稀有。其实马彪就是我们常说的豺狼虎豹中的豺，因为在这4种动物中排名第一，所以又被人们看成猛兽之首。生物学家还将它们与老虎这种顶级捕食者排在一起看待，可见它们是山林里数1数2的存在。如果对豺这种猛兽不了解，单看它们的体型，或许会认为它们是一群受气包。单个豺的外形与狗相近，体型比狼略小，体长约为1米左右，体重也只有18到33公斤，而一头成年老虎动不动就能长到2米多长，体重也可以达到300公斤。光看这些数据，豺在老虎面前似乎就是一头待宰的小羊羔。看上去豺的个头不大，和普通的土狗没什么区别，连动物园里的游客都不把它们放在眼里。但是如果你对豺观察的足够仔细，就会发现和一般的动物相比，它们的弹跳能力非常强大，甚至能够飞檐走壁。就算是在动物园里饲养的豺，轻轻一蹬后腿也能越过人的头顶，跳起来之后还沿着笼子跑几步才落下来。这种弹跳力在犬科动物中绝对是独一无二的，在猫科野兽中也不多见。除了非凡的跳跃能力，豺那凶悍的性格也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它们嘴里长着参差的锋利犬牙，加上500磅以上的咬合力，能够轻易撕开猎物的皮肉。不过力量并非豺的优势，它们最令猎物甚至虎豹这些竞争者害怕的是胆量和耐心。一只豺或许只敢惦记着从豹子口中偷偷撕下一块肉来，但是3只豺就敢赶走豹子，独吞猎物。10几只组成的豺群就是山林中的非洲斑鬣狗，可以横行霸道。很多老人都说豺群敢于捕杀老虎。一位老人讲述了自己亲眼见到的情景：有一次我在皖南山区里面见过一群红狗围追着一只老虎，豺群的数量不少，大概有10几20只那么多。有的豺在老虎面前张牙舞爪，试探着张口去咬，等到老虎发出吼叫，伸出前爪来扑的时候，它们就很快后退。而更多的豺狗则站在老虎的身后和身侧，它们抓准时机就开始撕咬老虎的肛门和皮毛。纠缠了许久以后，有2只豺狗被老虎一下子就扑咬致死，而老虎也已经满身伤痕了。数量众多的豺狗有足够的耐心耗死老虎，而老虎也感受到了这些流氓不好惹，一度被逼到树上休息。后来老虎从树上下来逃跑，豺狗们一路追击，双方厮打着滚进山沟，消失不见了。事实上，豺群和老虎打斗的故事很多，但真正有记录的证据却很少。想必双方都不愿意互相招惹，但是没有直接的摩擦不代表没有竞争，甚至豺狗凭借着这种竞争关系在不断压缩老虎的生存，以此坐稳猛兽之首的称号。豺群和老虎的主要竞争在于捕食，它们在自然界拥有高度重合的生存环境和捕食对象，所以两者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。而在这场竞争中，豺群似乎更胜一筹。尽管老虎是优秀的捕食者，但是一头成年老虎的食量却非常大，加上还要养育后代，它们的生存压力比豺大得多。一头虎妈每年需要吃1400千克肉，大概得捕猎40次以上，
而每多养活一只后代，就要多捕猎20次。这么大的食物需求是很难得到满足的，因此老虎后代的存活率很低。据统计，幼虎1岁内的死亡率高达45%，一只虎妈一胎通常只能养活一只后代，甚至有的老虎幼崽还会全军覆没。相反，柴群的捕食效率非常高，加上经常从豹子嘴里抢猎物，所以有时候食物根本吃不完。一周书时训上就曾说，霜降之日，柴乃季兽。就是说到了霜降节气，柴开始大量捕猎，吃不完的猎物堆积起来，看上去就像是在举行某种祭祀活动一样。柴群的食物来源非常广泛，它们会像老虎一样捕猎野猪和野牛，尽管这些猎物比柴狗的体型大好几倍，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它们活活撞死，但是柴群通过默契的合作，往往能够高效地杀死这些大型动物，甚至柴群还因此成了野猪的克星。而在山林中食物短缺的时候，柴狗经常吃腐烂的动物尸体，有时也会到山下的村庄里猎杀家养的牛羊，或者偷吃小猪仔。如果仅以生存能力来说，柴群无疑是猛兽之首，凶恶狡诈，敢抢敢拼。柴群凭借强大的环境适应和生存能力，在山林中成为了猛兽之首。然而，强大如柴群也依然难逃濒危的命运。和狼一样，曾经广泛分布在全国的柴狗，逐渐退居到了西部的山林中，从被人们熟悉的猛兽变成了陌生的神秘生物，再到近似传说的一个物种。柴狗消失的主要原因不外乎栖息地被挤占和人为的猎杀。和老虎、豹子这类食肉动物一样，它们最初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，不仅时常下山偷吃家畜，还会咬伤村民，而一些柴狗甚至会偷偷叼走家里的小孩。有记者曾经采访山中的村民：“你在山上见过柴狗咬牛吗？”村民说：“怎么没见过？一般雨季的时候柴就会来，我就见过一群柴，10几只追着我家的牛咬，我冲过去驱赶，他们都不怕，还朝我叫唤，就跟狗叫一样。”所以在20多年前，凶恶的柴狗受到了人们的大肆捕杀，它们的栖息地也缩小到了四川、云南、甘肃和西藏等地区。奇怪的是，柴狗在西部地区很少受到人为捕杀，它们的数量却依然在迅速减少。生物学家推测，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狂犬病，因为柴在青藏高原消失的时间基本与藏獒兴起的时间吻合，大量藏獒可能将致命的狂犬病传染给了野外的柴，而群居的柴往往会成群的感染，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消灭了。不过濒危的柴狗并没有死绝，近年来在卧龙保护区、西双版纳保护区和祁连山一带都曾经发现过它们的身影，虽然数量并不多，但这些现象就意味着内地柴群恢复的希望。有人说，柴群偷袭家畜，伤害村民，无恶不作，为什么还要恢复它们的种群呢？其实保护柴的意义在于限制羚牛数量的发展，以免食草动物因为缺乏天敌而泛滥，形成像澳洲野兔那样的灾难。而且柴群是野猪的天敌，能够有效抑制野猪的生长。最近10年来，野猪的数量不断增多，大量的野猪冲入田间和村庄，破坏庄稼，伤人无数。如果能够控制好柴群和野猪数量的平衡，或许能够减少野生动物破坏庄稼和袭击人类事件的发生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评论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